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快要热坏了的九九。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就剩最后一期啦，终于可以开新坑了。上期我们说到，有七和大吉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成功获得了5天的滞留期，而另一边的张太和子吹的签证却即将到期，4个人又要迎来新的游戏。说这个新游戏之前，先插播一段子吹小姐姐的专场。子吹在没有遇到有希他们之前，曾经参加过一次心理型游戏，游戏难度为2，地点是一辆拥有5节车厢的列车，其中有1节被注满了剧毒瓦斯。玩家在上车前会获得3个氧气罐，1个氧气罐能用5分钟，氧气罐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。玩家在进入车厢后，车厢也会完全封闭5分钟，能坚持到最后一节车厢才算胜利。子吹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时，氧气罐已经用完了，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走过了带有剧毒瓦斯的车厢，所以在打开最后一节车厢时，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，甚至决心赴死。幸运的是，最后一节并没有瓦斯，他也算是侥幸的活了下来。但是细想想，短短的25分钟，从信心满满到放弃生命，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？这可一点也不亚于肉体上的折磨。而有期他们接下来要面临的也是心理游戏，难度还是7，这可比他们平时参加的游戏难度要大很多。游戏开始前需要挑选道具，什么斧头啊、刀啊，都是一些利器，然后还需要佩戴项圈，如果不戴则视为失败处理。这个项圈装有传感器，会随着瞳孔的移动瞄准移动着的人。显然这就是一场追逐狩猎的游戏，而参加的人却只有他们4个。游戏名字叫躲猫猫，时长为10分钟，玩法很简单，他们4个人中有1个扮演狼，其他3个扮演羊。在这10分钟内，羊可以躲起来，如果狼的眼睛看到了其中的一只羊，那他们2个的角色会互换。10分钟后，身份为狼的玩家胜出，而剩下的3只小羊的项圈会自动爆炸。面对这个游戏规则，再想想女主曾经说的话，这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完全吻合。游戏开始，随机的狼选是张太，大家一时间还没有接受规则，愣在原地。张太的脑子是一向不大好使，他下意识地看向有期，打算寻求帮助。这一看，有希成了狼。之后大吉叫了一下有期，大吉成了狼。而此时的有期还很天真，他觉得自己一定有办法能让4个人都活下去。子吹在说话的时候，大吉看向了他，子吹成了狼。到目前4个人都没有轻举妄动，但是子吹的求生欲战胜了理智，他现在只想活下去。他带着狼的身份打算躲起来，明明按常理是羊躲，现在却换成了狼，就很讽刺。大吉见他这样，拿着斧头追了过去，2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大吉让子吹看他的眼睛，但是子吹宁死不屈，他觉得反正狼死了的话，剩下的羊还是个死。大吉也失去了理智，他觉得狼死了，没准剩下的3个人之中会出现新的狼。看得出来他是真的下了杀心，但是最后还是被子吹挣脱了。还没等子吹多喘几口气，狼已经到了张太身上，真是防不胜防。张太拖着受伤的腿转头就跑，大吉和子吹已经累得不行，只有有期追了出去。张太的腿本来就不行，加上心理上的压力，已经泣不成声。他最后放弃了抵抗，把狼转给了有期。面对生死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薄弱。有期找了个草丛藏了起来，任凭其他人如何叫喊，他也默不作声。而此时距离游戏结束还有5分钟，有期不停地给自己做思想工作，只要忍过这5分钟，明天就还会活着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耳机里突然传来了张太的声音，他说自己有话要对他们说。张太的话唤醒了有期的理智，他想起曾经自闭的自己，是张太和大吉把他从那段生活中拯救了出来，而现在却要互相残杀，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。于是有期决定退出游戏，他在耳机里说自己会在入口等着，想要活下去的人可以去找他。可是有期却1个人也没有等到。大吉听了他的话，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。张太也说自己不会过去，虽然死很可怕，但是要牺牲朋友的性命，他也不会开心。而一直没有说话的子吹也表示，他无法背负着3个人的生命活下去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有期一时间犯了难，
他迫切的想把这个名额给出去。大吉点了根烟，说着曾经的梦想没办法陪他实现了。而另一边的有希开始疯狂的寻找，可是每个人都藏得很好。1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游戏已经结束，爆炸声在不同的地方响起。大吉、张太、子吹也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大吉没有抽完的烟点燃了会场，有希逃出去后，看着那片火海瘫倒在地上。从躲藏到寻找，从理智到疯狂，从自私到无畏，短短的10分钟，他失去了一切。这就是心理游戏的残酷。后来发现他的人是女主右叶，而这场残酷的杀戮游戏从这里才算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OVA 的全部内容。之后有机会碰到形形色色的玩家，游戏也会更加惊险刺激，甚至出现了红桃 J， 光是听着就觉得不简单。想知道后续剧情的可以看一下漫画，如果点赞人数多的话，我就考虑更新一下漫画剧情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九九的可以点个关注，爱你们，么。